实际上，拜登政府目前对外征收的钢铝关税延续自前任特朗普。2018年10月，中国、欧盟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挪威、俄罗斯、土耳其7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要求设立专家组，就此措施是否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定进行审查。历时4年，世贸组织终于在12月9号就该案发布系列专家组报告，裁定特朗普时期加征的金属关税违反了国际规则，美方有关国家安全的主张并不合理，因此不能援引世界贸易组织安全例外条款来破坏其贸易承诺。路透社指出，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驳回了美方最为核心的论点，即国家安全应由各国自行判断，而非由第三方评估。美国政治新闻网称，这一裁决对美国所持立场造成重大打击。报道指出，有不少人认为，美方加征关税的行为实际扩大了构成国安威胁的定义，很难不受到质疑。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一裁决，向全世界清晰地表明，国家安全和自由贸易，或者说和钢铝关税，完全呢是两码事。任何国家如果说通过加征关税这样的不合理行为，破坏全球自由贸易机制，本身呢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所不乐意看到的。中方对世贸组织专家组作出的客观公正裁决表示赞赏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指出，2018年以来，美国对部分世贸成员的钢铝产品选择性加征关税，严重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。事实证明，安全例外条款不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避风港。中方希望美方尊重专家组裁决和世贸组织规则，尽快纠正违规措施，与中方和其他世贸成员相向而行，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。然而，面对世贸组织的裁决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霍奇回应时在声明中说，美国强烈反对世贸报告中的错误解读和结论，也不会因此而取消关税。美国政治新闻网形容，美方在回应裁决时采取了颇为挑衅的态度，原因是世贸的裁决不太可能对美国钢铝生产商造成太大影响，美国可在60天内提出上诉。然而，由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的百般阻挠，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难以接收新成员，导致机构陷入瘫痪，无法受理上诉案件。不过，根据世贸组织规则，如果美国不遵守其裁决，提出诉讼的国家也有权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。美方的这一表态呢，首先呢就充分表明了美方对国际规则一种基本的不尊重的态度，对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呢，还是会造成比较大的消极影响。当然呢，首先受害的还是美国自身。如果说美方坚持这样的顽固立场，只会呢进一步增加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贸易的成本，增加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贸易的风险，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。陈先生您好。世贸组织裁定，2018年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违法，但华盛顿根本不买账，扬言不会撤销加征关税。您觉得这该怎么办呢？主持人好。很显然呢，美国要把世贸组织摆在一边，而用自己的规则来霸凌世界贸易。世贸组织呢是全球认同的处理贸易纠纷的国际组织，世贸组织相关法律呢就是国际法，其中呢不少还是由美国牵头制定的。但是呢，从特朗普执政以来，美国呀不再把国际法放在眼里，而是鼓吹什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这里的规则呢，就是美国霸权规则，而不是国际法。拜登政府一样，也到处宣讲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。所谓的规则呢，就是美国规则，试图呢用美国国内法来操纵世界。美国拒不执行世贸组织的裁决，就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藐视。美国的霸凌做派呢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，让世界反胃。中国呢，将同其他国家一道，努力地维护国际法尊严，令美国呢尽快的纠正违规措施，保护多边贸易体制。2018年呢，美国对进口钢铝产品加征关税，分别加征25%和10%。不仅呢有中国，也有挪威、瑞士和土耳其等美国的盟友。只有各国携手合作，共同对美国施压，这美国呢才可能执行世贸组织的裁决。我们呢也应当看到，这美国还是很狡猾的。拜登上台以后，对部分国家呢进行钢铝关税减免，对欧盟、英国、日本达成协议，降低部分关税，从而呢来维护他的重要盟友的关系。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派呢，也是让
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经济体感到不满，认为这美国就是明知故犯，把关税当成了外交武器。如果美国在关税受害国施压下仍然不改正错误，那么提起诉讼的国家有权针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。